依然好天气的冈山，到饭店楼下的商场买早餐。才一直念说日本好像没有卖吉拿棒就出现了，买了。反正就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起司起酥面包，脆脆。再来一个火腿潜艇堡，蛋跟牛肉。看到写着新品的北海道玉米面包，之前去北海道吃过北海道产的玉米，很不错。好热哦，要不要吃这？今天依然使用 JR Pass 搭新干线，目的地是广岛市区。新干线早餐时间，冈山到广岛新干线约40分钟，赶紧利用时间吃早餐。这个潜艇堡很好吃，料好实在。这个有点翻车，以为是甜品，结果是咸的。面包体蛮香的，但跟想象中不一样。再来是很期待的北海道玉米面包。那边的玉米不好吃，皮很厚，跟我们之前去北海道吃的不一样。这个真是翻了个大车，很不推。到广岛站咯。换乘普通电车。到新白岛站下车。出站走路到广岛城，散步一下就会到。路上发现民宅种植的紫阳花开得超漂亮，真的很赏心悦目。不知不觉就到达广岛城外围的护城河了，可以看到广岛城了。在这个角度拍照很漂亮。还有个椅子可以坐在这边纳凉看城堡。其实真正的广岛城在原子弹爆炸时已经完全毁坏了，所以这边是广岛城遗迹。现在看到的广岛城是2战结束后重建的。现在整个都空掉。看一下原本广岛城的遗址样貌。原址现在只有一些基石作为示意。而且这些石材看起来也蛮新的，应该也是后来为了识别原本的坐落位置才放置的。不太懂。有个广岛城原始的样貌配置图。它还是有写贴手壳的。现在这个应该要称为新广岛城了吧？原本的广岛城在1931年时已被日本列为国宝，但因2战期间
广岛为日本的主要军事据点之一。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，原来的广岛城在爆炸中完全被摧毁。1953年，日本政府将此地剩下的遗迹列为了国家历史遗迹，然后于1958年完成重建了天守阁。广岛是73。天守阁现在里面是博物馆，参观费每人370日元。走，进去看看。1楼首先是关于广岛城与广岛县的历史与地理介绍，也有当年被毁坏的建筑残骸。介绍广岛城的御敌设施落石孔，从这个洞把石头丢下去阻止敌人攻城，也可以开枪、淋热油、丢大便。这个小洞是开枪用的狙击孔，内大外小的设计可以有效防御敌人从外部攻击。广岛城的新吉祥物城喵，有仿真武士头盔可以体验与拍照，超级重的窝。看不到前面啦，看不到。一旁是纪念品贩卖部，买个城喵胸针做纪念。广岛城一游证明。2楼这边主要是一些场景体验。城喵的房间。他是城主哎，城主喵，这是加成的吗？成这样，这是掌柜，市场。餐厅与厨房。餐厅。会不下去。古代的轿子。走，上3楼看看。这层主要展示刀具与铠甲，有不少古味十足的装备。戴个安全帽哎，安全帽都要戴的。另外有关于武士刀的制作介绍，从原料到成品，一步一步的介绍。各种磨刀石。刀锷部分除了可以防御，也充满设计感。继续往上。这层收录许多近代的照片与其介绍。那个僧侣是坐人力车。最后是最上层的天守阁落。因为这个天守阁的栏杆很矮，为了安全做了铁架围起来了。广岛城不高，看得不是很远。出乎意外的，这里也有一个纪念章。是个很细致的图案哟。离开广岛城啦，往下个地点前进。在广岛城基这边有一间护国神社，
这个神社始于明治元年，原本也不是在这边，后来因为核爆损毁了，1956年在广岛城这边重建，现在是日本中国地区最著名的神社之一。因为这里供奉二战与核爆丧生的人们，整个神社的氛围比较肃穆庄严。这里有不少关于鲤鱼的相关物件，因为广岛城的别名就是鲤城，连绘马都是鲤鱼。都是鲤鱼耶，真的是鲤鱼。这个是必胜祈愿跟学院。既然来了，就抽个鲤鱼御神1800，香油钱300。英文版跟日文版。就他咯，嘴巴咬着签单，好可爱。今天的运势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好长。莫吉，莫吉也是吉啦，还不错，可爱，很喜欢。园区里有好几棵当年核爆后还活下来的树木，真的很厉害。可惜呀。在出口这边表玉门旁有个平鲁，里面可以参观，不用钱。参观要脱鞋子。上面。这个。表玉门与玉门桥的缩小模型。这前面有一个等一个桥啊。我不想买，就是那种啊。造成的是鬼瓦因为核爆啊都能坏了，这些都是文物啊。这个都剩下屋啊。走到底会到太古路这边。从表玉门离开吧。围墙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狙击孔，有正方形跟三角形两种形状呢。虽然现在的广岛城是重新修复的，但复原的完成度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。日本人在古迹与文化保存上的用心真的很厉害。离开广岛城，我们走路前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。走路过去大约10几分钟。这里是当年核爆的中心点，刚好遇到施工无法接近纪念碑。看到这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就到了。这个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又被称为原爆穹顶或原子弹洞墓，也被称为广岛和平纪念碑。
是当年原子弹爆炸时唯一勉强屹立、没有完全倒塌的建筑，现今被作为该起事件的纪念物而获得保存。1996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此列为世界遗产，目前属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一部分。原爆受难儿童纪念碑。纪念碑后方有一区放满了祈福纸鹤，是由各个学校的学生亲手折的纸鹤，祈求受难者能够安息与未来和平。今天也遇到一组学生来这边进行献纸鹤活动。待ってよ、もうちょっと近づいたらそういうこと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はい、いいと思います。以上。这个慰灵碑的正前方就是核爆圆顶，中间是人类还未达成去核武器之前不会熄灭的和平之火，期望战争能够消弭与世界和平。准备来去吃饭，大陆面电车回到广岛车站前，车站附近这栋楼中有一整层楼都在卖广岛烧，来广岛哪有不吃广岛烧的道理？到6楼全年无休营业中，这里满满卖广岛烧的餐厅。第一次吃广岛烧，选一个海鲜大满足广岛烧，另一个选店家招牌特制广岛烧。广岛烧的做法跟大阪烧有些不同，广岛烧会把粉浆先做成饼皮，再铺上高丽菜，还有广岛烧多了炒面这一项原料，吃起来更有饱足感。
看了菜单的介绍，对店家的特别口味很有兴趣，放了苏打鱿鱼与大叶紫苏，刚好我都喜欢的材料。看到这边，其实我发现广岛烧的步骤真的蛮多的。抹上灵魂酱汁，就差不多快完成了。完成了，满满海鲜与葱的广岛烧。另一个是特别口味加一颗太阳蛋的特制广岛烧。开始解锁人生第一次广岛烧的体验，看起来分量真的不少。可以再自己加酱汁与美乃滋。吃过大阪烧的话，大致能想象这个的味道。其实差不多，但这个有炒面饱足感更好。不愧是牡蛎的产地，牡蛎也给的超大颗。老公觉得应该要配一杯柠檬沙瓦。真的吃得很满足。感谢招待，很好吃。大致逛了一下长得差不多的车站商店街后，搭新干线回冈山咯。相比京都大阪地区，冈山广岛这边的游客比较少，旅游的感觉相对比较悠闲与自在哟。交通也方便，很适合自助行。今天悠哉的闲晃了一天，坐上回程的列车也黄昏了呢。